老人克雷因为违建房屋被政府告上了法庭。法庭上，法官命令克雷立刻拆除违建的房屋，否则他有可能被关进监狱。2年前，独自来到海边的克雷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克雷11岁时，他的爸爸带他到波士顿观看了红袜对战洋基的比赛。观看比赛时，克雷的爸爸给了他一个棒球，叫他拿到球员休息室找贝比鲁斯签名。年幼的克雷虽然很害怕，但他还是拿着棒球前往了球员休息室，并且拿到了贝比鲁斯的签名。后来那颗棒球变得很出名，他被纳入了纽约的拍卖场，并上了报纸。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87岁的克雷在聚会上给9岁的孙子讲起此事时，男孩已经不知道贝比鲁斯是谁了。一天去参加葬礼的克雷和妻子艾琳也开始思考起死亡这个问题，因为艾琳觉得死亡正在向他逼近，但克雷却从不畏惧此事。克雷和艾琳是2个在乡下靠畜牧养殖以及种植农作物为生的农民，2个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早晨起来的克雷会在洗澡后到鸡舍里捡鸡蛋，艾琳会在家门口种植一些蔬菜，而克雷会开着拖拉机到森林里砍伐他所需的木材。一天开车来到农场的克雷发现，因为牛圈倒塌导致他的牛都跑到了马路上，但艾琳因为记忆力的减退导致他没有认出自己家的牛。来到养牛场拿牛奶的克雷和关心他们的女儿露丝聊起了他们体检的事情。女儿露丝十分担心妈妈艾琳的身体状况，但克雷却幽默地表示他的记忆力比艾琳还要糟糕，因为他忘了向医生询问艾琳记忆力减退的问题了。随后准备去城里买建材修理牛圈的克雷找到了他的儿子。克雷想把自己养的牛送给儿子，但考虑到牛肉市场的行情，儿子拒绝了克雷的好意。在去城里的途中，克雷因为轮胎老旧而爆胎，导致克雷不得不在路边更换轮胎。这时克雷遇到了农户扎特，扎特开着儿子新买的拖拉机嘲讽了节俭的克雷，因为频繁的降雨导致扎特家的草莓减产，但克雷却表示他们家的草莓产量非常好。回到家的克雷从儿子口中得知，大脑退化的艾琳把隔热手套放到了烤炉上，幸好儿子及时赶到，才没有酿成火灾。因此汽车爆胎的克雷斥责了狡辩的艾琳。 I didn't. Yes, you did. 克雷的7个孩子经过商量，建议父亲克雷把大脑退化的母亲艾琳送到疗养院生活，但深爱艾琳的克雷不同意孩子们的想法。为了防止再出现意外，克雷在出门前收走了家里所有的火柴。克雷开车前往超市送草莓时，被店员告知他们出台了新规定，总公司要求每一个分店只接收冷藏车运来的草莓，但克雷的草莓是2小时前刚刚采摘下来的。新的规定犹如晴天霹雳一般，让克雷十分崩溃。因为小规模种植的克雷根本买不起冷藏车，无能为力的克雷只能和艾琳开车把他们辛苦种植的草莓白白送人。这让克雷想起了自己小时候赶着马车挨家挨户送牛奶的时光。即将到来的寒冬让克雷有了一个新的计划，因为克雷发现他们家的大房子因为年久失修，无论烧多少木头都还是很冷。但艾琳坚决不同意搬到镇子上的养老院生活，而克雷并不是要带着艾琳搬到养老院生活。没有了牛群和草莓的克雷想在他的田地附近盖一所更方便2人居住的小房子，但他们并没有钱盖房子，因此为了省钱，克雷决定自己盖。白天克雷在加工盖房子所需的木材时，他的儿子找到了他。孩子们建议年迈的克雷卖掉自己一部分的土地来换取盖房子的钱，因为孩子们不想看到克雷因为盖房子出现任何意外。但克雷不同意孩子们的建议，并表示自己不会向衰老屈服。后来克雷在扎特的口中得知，他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房，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才行。接着来到相关部门的克雷发现，自己除了要缴费外，还要提供自己房屋的建造图纸。但克雷表示自己建房子不需要图纸，并且他也不会画房屋设计图。但工作人员告诉克雷，想要通过审批，他必须要有自己的设计图。于是克雷找来了身为工程师的孙子杰瑞帮他设计房屋图纸。晚上回家的克雷发现艾琳的记忆变得越来越差，因为艾琳总是会忘记克雷在建房子的事情。第2天，儿子开着挖掘机帮助克雷挖好了房子的地基。不久后，克雷的房子已经初见雏形。这时克雷遇到了放暑假的孙子盖文，接着擅长数学的盖文成了克雷的小帮手。一天独自工作的克雷出现了失误，而这一幕恰巧被来看他的女儿露丝看到了。露丝不明白爸爸克雷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独自建造。露丝认为只要她和丈夫戴夫帮忙，用2到3周的时间就可以建好房屋。但克雷表示他不想影响女儿农场的工作，
并且克雷就是希望通过独自建造房屋来抵抗自己衰老的问题。一天，克雷在建造房屋时遇到了来找他的房屋管理人员。因为克雷孙子杰瑞炼油厂的工作很忙，导致审核人员没有收到克雷的房屋设计图。但不以为然的克雷却在没有许可的前提下擅自开工了，因此工作人员要求克雷在审核通过前立刻停工。但倔强的克雷认为自己在为这个官僚国家的腐败分子买单，而且艾琳的记忆变得越来越差，他开始越来越依赖克雷。扎特认为年近90的克雷还站在梯子上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克雷认为一天天无所事事的扎特影响了他的工作进度。这时克雷发现负责房屋审核的人员又来找他了。审核人员表示克雷用来建造房屋的木材没有经过审核，因此他必须拆除自己辛苦建造的房子。但克雷向审核员表示他用来建造房屋的木材都是上好的云杉木，并且他建造房屋的技术是他的父亲传授给他的，而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位拥有几百艘帆船经验的造船工人。但审核员警告克雷，就算他的房子没有安全隐患，他也必须使用法律规定的木材，否则他会下令强制拆除克雷的房子。随后回到家的克雷发现艾琳从楼梯上摔了下来，于是克雷立刻把艾琳送往了医院。但幸运的是，经过检查，医生发现艾琳并没有因为跌落而造成骨折。为了防止艾琳再次出现意外，克雷给她在楼梯口安装了护栏，并把2人的床搬到了1楼的客厅里，并在房间里张贴了前往厕所的提示标语。为了不让艾琳离开房间，从不做饭的克雷表示他会回来做晚饭。接着来看望艾琳的露丝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个简易的厕所。来看艾琳的露丝提议让妈妈去疗养院生活，但克雷拒绝了露丝的提议，因为他答应艾琳不会把她送到疗养院里生活。克雷在工作时，扎特的妻子玛丽给他和艾琳送来了炖菜。1973年，克雷给玛丽家送去了过冬的牛肉和满车的燃料，让他们家挺过了那个冬天，没有因为饥饿还有寒冷卖掉他们的土地。并且当年扎特一直因为玛丽暗恋克雷而感到不满。为了和艾琳时刻保持联系，克雷给艾琳配置了对讲机。夜里，艾琳疑惑他和克雷为什么睡在了1楼的客厅，并且还把厕所放在了家门口。艾琳恐惧自己有一天会忘记克雷，但克雷表示他永远都会记得艾琳。这时艾琳想起了当年和克雷很暧昧的尼斯，但如今尼斯已经去世近30年了。一天工作完回到房子里的克雷发现艾琳不见了，忐忑不安的克雷开车找遍了家附近的每一个地方，最后找了好几个小时的克雷终于在海边找到了失踪的艾琳。克雷发现50年没有抽烟的艾琳抽起了自己不知道在哪里要来的香烟。夜里到家的艾琳突然发病，非要睡在家门口的院子里。 Oh, God damn it! That hurt. Come on now, come on. 于是克雷只好把艾琳强行拖回房子里。夜里突然起床的艾琳不幸被自己的鞋子绊倒，摔断了胯骨。随后艾琳被克雷送进了医院。来到医院后，克雷为自己没有照顾好艾琳而感到自责。医生表示，手术后的艾琳需要到康复医院进行4到6周的复健治疗。但和艾琳结婚61年的克雷从没有和艾琳分开过。夜里牵挂艾琳的克雷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克雷和艾琳初次相见时，喝醉的克雷吐了艾琳姐姐一身，导致艾琳的姐姐没能参加舞会，向自己心爱的男生表白。后来男生嫁给了艾琳姐姐的闺蜜，因此艾琳的姐姐一直对克雷耿耿于怀。因为艾琳形如大象的姐姐认为是克雷导致她孤独终老的。为了和艾琳早日住进新房子，克雷无视法规，依然在继续建造。不久后，克雷收到了警察送来的传唤书，因为违建，他被住建局告上了法庭。夜里，克雷抚摸着自己家的长桌，这张桌子曾是他父亲给他做的。后来，桌子上留下了刀叉和溜冰鞋以及墨水等各种痕迹，而这些痕迹蕴藏着克雷和家人无数的回忆。一天，正在为违建苦恼的克雷接到了一位报社记者的电话，记者准备为违建的事情采访克雷，而这个机会竟是查克为克雷争取而来的。一天，感觉自己时日不多的克雷告诉儿子，他一直珍藏的那颗球现在可以卖4万。不久后，克雷房屋违建的事情登上了报纸的头条，但来到医院的克雷发现艾琳已经不认识他了。接着，克雷通过玛丽得知好友扎特去世了。一天，露丝告诉来到农场拿牛奶的克雷，他认为父亲盖的房子很好，他相信母亲一定会喜欢的。一天，克雷为了感谢给他服务了26年的律师盖瑞，把自己5英亩的土地送给了他。尽管盖瑞没能帮他在这场官司上扭转局势，克雷在法庭结辩时向法官表示，当了一辈子棒球迷的他，认为自己对棒球规则的信仰和他对传统建筑的信仰是一样的。他从来没有意图凌驾于法律之上，
他只是希望在他妻子出院时能搬进他建造的新房子里，因为年迈的他无法忍受政府荒谬的规定，并且留给他们的时间也不多了。不久后，克雷和艾琳一起参加了老友扎特的葬礼。克雷非常感谢扎特为他找来的记者，他知道没有扎特的帮助，他可能打不赢这场官司。经过多方面的帮助，克雷和艾琳最终住进了他们的新房子里。How long since your last haircut? Oh, it's been a while. Look at this hair. How long since your last haircut? It's been a while. It's been a while.